从道上，我们人呢没有到生而知之，意思呢就是因为人出生了，神就都是必须经过学习。那么知识呢，无论是一般的知识或者是佛法的知识嘛，真的是像海洋一样无穷无尽。而且呢，到底这个海洋很深也不知道。等到你走进去你才知道真正的深浅是什么。有人跟你说深或浅，那都是他的感觉。只有你自己去探索以后才知道哇，这个海洋是如此之深。同样的，这些知识能够带给我们人生怎么样子的一种启发，也只有我们真的自己去懂了以后你才对你这个知识才对你产生作用。所以这次呢，我们这个佛青营据我所知道，说是我本身呢就是一个长期就参与我们寺里的这个佛青班的各位同学。无论说你来到灵岩山寺呢参与佛青班多久，有的呢从佛童就开始参与，有的呢可能是佛心才进来。那不论你参与多久，只要你跟佛法呢有这种接触、有认识你或多或少佛法的智慧呢都带给你不同的启发。可能有同学觉得现在我还没有感觉当然，就像种下一颗这个苹果树的种子它并不会立刻开花结果，需要时间的养成。所以同样呢，这个佛法的种子呢，做到我们寺里面去也需要时间。时间到了，开花结果，你就可以尝到这个果子了。所以这次呢，很欢喜大家一起呢聚在一起参加这个佛青营。我们靠今天晚上有这么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那很多同学呢，也刚好有一些对佛法的疑问呢，在这时候跟大家互动了解一下。好，那么有一位同学问说呢，佛教如何能够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个生活呢，我知道有两种，严格说而言三种。一个呢叫做物质的生活，物质生活好不好这又跟两件事情有关系。第一个呢是你今生的条件跟努力，条件跟努力，比如说你出生的家庭条件家庭背景，那么努力呢是你有这个背景的基础之下，你自己不够努力，否则真的条件呢一旦失去了，那么你自己是否还能够过得那么好，就不一定了。所以呢，我们的他可以给我们父母他自己努力来的这些条件，但是之后必靠自己自己工作或者自己去积极去求得这一些物质上的这个生活，这是很现实之中的。那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上辈子的你所累积的福报够不够？如果上辈子我都不愿意帮助别人，我是很自私的，那么今生别人不愿意帮助你，即使别人有这些资源跟条件他也不晓得想给你，那么可想而知如果你没有过去世的福报的支持，那这今生呢，你可能过得很辛苦。所以这是物质生活。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物质生活过得好？首先就是将此生的这个努力呢延续，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学习知识之后呢，要把这个知识用在我们的生活，以及呢用在你的工作上，让你出类拔萃，让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那么就会很多人呢希望你能够去这个工作
或者希望你呢贡献你的智慧，同时你就会有相对的报酬。在佛教叫做八正道里面的正命啊，正确的工作。所以只要你是用你的智慧正当的这个管道啊，谋取到的这些报酬呢，一定是正确的啊。这是第一个，在物质生活上。那么刚刚说的，那么上辈子如果这个条件不足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辈子可以补强。所以呢，当我有机会的时候啊，不用等到以后啊，当你现在你就有一些资源，也能够去奉献，无论说是当义工，或者我用小额的捐款去帮助别人，这些都是累积自己的福报。所以呢，现世的物质生活啊，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呢，去得到满足，而且得到永续的这个经营。第二个呢，叫做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什么呢？也就是大家可能常常很多同学都会去学的艺术比如绘画音乐雕塑等等的这些艺术呢，它能够丰富你的这个精神的生活，让你呢在这个人生更有趣。第三个呢，这就是这个宗教的意涵，也就是让大家来参与佛经呢最主要的部分，这叫什么？灵性的生活。那么灵性生活呢，它就已经跨越了所谓的物质跟你的精神，而是直接的面对到你的内心灵性生活。为什么呢？我们刚说的物质或者精神呢，这都有其条件，而且有其限度。生命呢，不会只是因为物质，因为这个所谓的艺术就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瓶颈。那么艺术的终点在哪？物质生活的终点在哪？所以各位应该也看过很多的这些社会上的一些故事有些艺术家到后来他找不到方向，他也不知道呢，到底艺术最终那个内心艺术是从内心所发展出来的一门学问嘛，它最终是什么？所以任何的生活最终的找寻还是最后回到这个所谓的灵性灵性的部分。那么大家在这个佛经班所学习到的佛法的这个知识等等都只是最初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真的能够深入去学。所以师父们教大家的呢，在佛法里面是一个最基础的，叫做人天圣法。人天圣法，也就是如何把人甚至呢更强一点，那你如何把这个天能够成为一个天使，那么他的方法我们学会了。但各位呢，只是在人天圣里面还更基础一点而已因为你们真的一个礼拜只能来寺院里面半天能够学的东西呢非常有限。或许等到大家毕业以后时间多了一点，那么大家呢才有办法去真正的完全投入。那么佛教只有人天圣吗？当然不止他告诉我们呢，除了这个人天圣以外呢，还有解脱圣，还有菩萨圣。所以佛教如果让我们的这个灵性的生活变得更好呢，那就是从佛法里面的这个修行方式来入门。那么这么说来，我们是在你们佛经的阶段，是否永远无法接触到这个比较深一层的灵性的部分呢？当然可以。如果各位有时间的话，好像去年我知道你们很多佛经的同学或者学长有来参加这个短期出家8月1号到7号。那么这就是在这个7天里面呢，稍微深入一点去了解佛教更深一层的这个教义。所以如果你希望
有别于一般的这个同年龄的人呢所理解的范畴，希望了解更高一点。那么各位，你不妨可以藉由这个机会呢来探寻，探寻我们灵性的这个更深层的部分。这好处在哪里啊？有人说师父，我又没有打算出家去学这做什么？这就像一个概念哈。各位，你们现在在学校像你们现在有的读到高中有的学长呢，他毕业后呢读大学、研究所，读到博士。那么读到这么高他真的到社会上去，这些学的东西用不用得上呢？不一定用得上。因为是什么？我们是学理论在社会上学是应用。那么是否说因为这样，那我就不需要读到这么高了，我就直接国中毕业就直接去读一般的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学校就好了呢？意思不是如此当我们希望去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当你真理越早明白，它关系的呢，跟你的生活所谓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呢，没有关系。它可能更重要、直探的是你对于生命的认知，因为对于生命的认知不同，无论是你现在这个时候，或者是以后你长大一点的时候你所面对的任何的事情，不论说是快乐的或者痛苦的，那么你内心的感受会截然不一样。那么这个不一样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自己以及对于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呢，看法呢跟一般人不同。因为你就已经不是在用一般的理解呢来看这个宇宙人生，而是呢用佛法灵性的角度呢来看待。那么这样呢，你就不会被很多的这个假象给困惑。所以佛法它让我们人生呢的生活变好，从来都不是从外在去做一个标准，而是从我们的内心呢去下手。因为当你内心转变了，虽然外在没变你整个生活都亮起来。但是呢，你如果内心不改变，即使外在给你再多的条件，你还是觉得很黑暗。所以佛法告诉我们说呢，转念呢才是最重要的。但转念呢，有时候呢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就在于说要学习转念。